我天生乌鸦嘴，我妈生下弟弟那一天，4岁的我说了人生中的第一句话，讨债鬼来喽，被我爸听见了，他拿起针就把我的嘴巴戳破了，我流了好多血。我姥姥心疼地把我抱在怀里，怒斥着我爸，这只是一个孩子，你至于吗？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爸，用只有姥姥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，他要死了。第二天，我爸开的大货车就出事了，发现的时候早已经被压成一滩烂泥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妈拿到我爸的丧葬费之后，就带着我弟弟去了深圳，把我留给了我姥姥。她说我爸是被我克死的，我是天生的讨债鬼。我盯着他怀里的弟弟，心里想，明明弟弟才是讨债鬼，为什么要说我是讨债鬼呢？从那天开始，很少再见我妈，村里人不知道我开口说过话这件事儿。无论大人小孩从旁边路过，都是哑巴哑巴的喊我。有些讨厌的小孩会用泥巴扔我，没爹没娘的野种，快点滚开，我们才不跟你一起玩呢。小孩子的善恶是纯粹的，我姥姥叉腰上门，挨家挨户的骂过无数次，也没有多少用。这天姥姥进家门的时候，我正在灶台看锅。姥姥从她的布兜子里掏出了一本儿1年级语文课本，她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慈爱地说：“青青，今天我帮人干活，人家当工钱给我的，姥姥教你认字好不好？”我摇摇脑袋，我不想认字，认字哪有数蚂蚁好玩？往日温和的姥姥发了好大脾气，眼神锐利地看着我，不想认字就不要吃晚饭了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什么时候吃饭。过了2个小时，我找到了姥姥，手舞足蹈地表示我要学认字。倒不是我想清楚了，是我发现了我如果真的不愿意认字，姥姥真不愿意给我饭吃了，我肚子饿。姥姥看我开窍，脸上带了几分笑容，连忙去给我盛饭。姥姥就知道青青最听话，吃完晚饭咱就认字。从那天开始，姥姥每天都教我认识一个字，她自己也不认识，就去问邻居。就这样，等我长到8岁的时候，已经可以认好几百个字了。我已经可以用写字的方式和姥姥正常的沟通了。我有一块书写板，稀罕的不得了。这是我妈在深圳搬家的时候当垃圾一样扔掉，姥姥去给她帮忙，然后偷偷的捡回来给我的。姥姥知道我会说话，只是不愿意开口。她对所有人都说我只是贵人语迟。我12岁这天晚上，姥姥给我下了一大碗长寿面，小麦面条顶上还铺着2个金灿灿的荷包蛋，还搭配着2根碧绿碧绿的小青菜，看起来卖相极佳。我吃得满嘴流油，冲姥姥摆手示意让她也趁热吃。姥姥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并没有动筷子，吃了长寿面。姥姥的青青要一辈子健健康康，长命100岁。青青12岁了，我大姑娘许的啥生日愿望？我咬着筷子头想了一会儿，拿来了纸和笔，一笔一画地写下了：和姥姥永远在一起，有一个幸福的家。屋内祖孙俩温情绵绵，屋外漫天风沙呼啸，天气隐隐约约的要下雨。门外却传来了敲门声。我一边吸溜着香喷喷的面条，一边心里纳闷，这点谁能来啊？我家平日里也没有几个交好的左邻右舍，一个孤寡老婆子带哑女，平日里人家都避之不及，唯恐沾染上麻烦。我探头看见了我妈妈，她领着我的弟弟进了门，疲惫不堪地把包放在了炕上。我心里十分高兴，妈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，
特地回来给我过生日吗？妈妈也看见了我和我面前的长寿面，她深深地蹙起眉头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弟弟拉着她的手，妈，我饿了，我也想吃煎鸡蛋。我妈她没有搭理弟弟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点点头，表示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心里有些期待我妈有没有给我买礼物。心里又反驳掉了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我妈是不可能单独的回来给我过生日的。我妈突然大步的冲上来，结结实实的扇了我一个耳光，然后哭天抢地，我就知道，你个丧门星，你克我，你怎么不去死啊你！我被这一巴掌扇懵了，脸迅速的肿了起来。这时候我老插上门进了屋，看到我被打，连忙跑过来，心疼的抱住了我。你平白无故的打啥孩子啊？今天是青青12岁的生日，要发扬巅峰，给我滚出去发疯！我妈又哭又笑，瘫坐在地上，用手指着我，这个贱丫头克我啊！妈，我明天就能去付首付买房了，偏偏今天何旭把人家电动车的车棚都给烧了，我赔了20多万啊！我这辛辛苦苦的8年攒下的20多万全没了。人家社区也不让我带何旭住了，逼我连夜回来。他泪眼朦胧地看着我，你到底是哪门子灾星转世啊？先咒死了你爸爸，又来克我和你弟弟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去死吧，好吗？我被他的声嘶力竭的怒吼镇住了，泪水迅速地聚集着我的眼眶。我不明白，按他说的，明明是弟弟放火把人车棚给烧了，为什么会是我的错？姥姥推了我一把，青儿，你先带弟弟去睡觉。姥姥来跟你妈说。我点点头，想去拉何旭的手，却被我妈怒吼，你这天杀的哑巴，别碰我儿子。要是外人这么说我，姥姥会叉着腰跟他大骂300个回合，把骂我的人骂到磕头求饶。可是说这话的是我妈，姥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躺在床上流着眼泪，一夜都没有睡着，眼睛哭得像核桃一样。夜深了，姥姥才躺在我的旁边，叹了口气，把我搂入了她的怀里。青儿，别怪你妈，她这些年过得也不容易。第二天，我照旧刷牙洗脸上学，我把我妈视若无物。这么多年，她没有管过我，问过我，反而说我是天杀的哑巴。哑巴怎么了？反正我只要姥姥，我不要认这个妈妈，她不配当我的妈妈。我妈回到村里这几天忙上忙下地给何旭把学籍转回村里，又带着何旭走街串巷的认亲戚。8岁的何旭让他养得刁蛮任性，何旭觉得是自己是大城市里来的孩子，处处表现得高人一等，很是看不起村里的孩子。这天他在树底下坐着，拿着他的玩具跟旁人炫耀，这个可是我妈托人从国外给我买回来的小火车，稀罕着呢。他一按托马斯的脑袋，火车的喇叭发出滴滴的声音，放地上还能自己跑。李婶家的小孙子英豪馋的口水都要下来了，何旭，你玩够了也给俺玩玩。何旭不屑地瞥了一眼他，去，你一乡下人给我弄脏了。我才不给你玩呢，你自己去撒尿和泥玩吧。英豪翻了个白眼给他，俺是乡下人，但俺家又没有克自己爹妈的哑巴姐姐。英豪说完在原地唱起歌，手舞足蹈地说，何旭姐姐是哑巴，哑巴的弟弟叫何旭，何旭拿着小火车，他给哑巴当弟弟。何旭让他气得要命，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就砸他脑袋上了，边砸边喊，你姐才是哑巴，我没有姐姐。我妈说那是讨债鬼，他迟早该死的。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你这个臭乡下野孩子。等被大人发现的时候，英豪的脑袋上已被何旭用石头画出一道10厘米的伤口，带去医院足足的缝了14针。当天下午放学，我回到家里发现没有开火做饭，姥姥和妈妈也都不在家。
等到傍晚，我老他们终于回来了，我妈扭着何旭的耳朵，让他跪在地上。我在旁边写作业，眼皮子都没抬一下。我妈歇斯底里地冲他吼道：为什么你要拿石头打人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让你回来上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？你就不能听话一点吗？你这样在村里没有朋友，以后怎么能好好的？何旭伸手指着我，瘪着嘴巴说：都怪他，别人才骂我的。英豪他先说我有个哑巴姐姐。妈妈，你不说他来讨债的吗？怎么还不让他去死？我不要这样的姐姐，我要爸爸，我不要姐姐。他倒是先委屈的哭上了。我姥姥脸都绿了，第一次骂了我弟弟，你姐才不是讨债的，青青是好孩子。我妈听何旭说完，是因为我才打架的，怒火一下就点燃了。何青青，我上辈子得欠了你的是吗？你非要克死我和你弟弟吗？你知道因为你我受了多少罪吗？我把写好的作业放在了书包里，然后看着跪在地上的何旭。他肥胖的脸上没有丝毫孩童的可爱，只有黏糊糊的鼻涕和被肥肉挤成缝隙大的眯眯眼，一张大嘴哭嚎着。我说不出对他的厌恶，那就让真正的讨债鬼断子绝孙，活不过16岁吧。我鬼使神差地说出了近乎诅咒一样的话。因为常年不说话，我声音很嘶哑，屋里4个人却听得明明白白。姥姥冲上来抱着我：青青，不要说这种话，咱家没有谁是讨债鬼。她像中邪一样不停地念着：童言无忌，老天莫怪孩子说胡话，老婆子替他赔礼了。姥姥跪在地上疯狂地磕头，不一会儿脑门子上就是淤青。我心疼地去拦她，她却想拉我一起跪下。何青青，你给我跪下磕头，跟老天爷说你刚才说的都是胡扯八道的。我执拗地不开口，像是又变回了一个哑巴。我妈倒是笑了：妈，既然他敢赌咒，那咱就看看老天爷到底开不开眼。你放心，这个贱丫头要是真没了，你还有女儿，还有金外孙，都会养着你的。姥姥没有理他，摇着我的肩膀：青青，你改不改口？我依旧沉默地摇了摇头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失望至极的姥姥生平第一次打了我一巴掌。我不想在我妈面前哭，忍着眼泪摔门而出。跑出家门后，我漫无目的地走在乡间的田垄上，乡间月朗星稀，即便是没有灯光，也照亮堂堂的。只是却遇上了村里2个下晚自习的高中生。这兄弟俩比我大了3、4岁，17、18的模样。大的叫吴左，小的叫吴右。他俩以前也喊过我哑巴，被我姥姥找上门告家长。碍于邻里之间的面子，他们家里狠狠地赏了2人一顿竹笋炒肉。没想到这种情况下碰上了，2人对视一眼之后，一前一后地拦着我的去路。青青，大晚上出来遛弯呢？我想跑，却被他们拉住了手。吴右笑道：来跟哥哥们一起玩一会儿，别着急回去嘛。吴左、吴右2个人拉着我的手，硬扯着我把我带到了玉米地。我想放声呼救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嗓子又像被棉花堵住了一样。吴左把我按在了玉米地上，手不老实的乱摸，胡乱的解我的扣子。青青长大了哈，你看着皮肤溜光水滑的。他把嘴巴凑近我的脖子，努力地嗅着我身上的气味。吴右看上去还有点担心：哥，不会被人家发现吧？这丫头她姥姥凶得很。吴左恶狠狠地在边上吐了一口浓痰：怕什么？你不想玩吗？你要是怕你就回家，老子自己爽。他一个哑巴而已，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嫁出去，咱俩玩他是看得起他。我虽然只有12岁，我也知道这2人肯定莫想什么好事儿。我穿了一件衬衫，很快地被兄弟2人撕扯开了，里面只有我的小背心。他们俩一人按住了我的手，一人按住了我的脚，
接着想要对我为所欲为。情急之下，我脱口而出，要是碰了我，你们俩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吴左吴右吓了一跳，他们莫想到我会说话。吴右还是有些胆怯，哥，他不是哑巴啊，要不算了吧，万一说出去怎么办？吴左狠厉地看了一眼我，本来想咱哥俩玩玩就算了，他会说话那就不能留着他了，待会儿弄完之后把他弄死吧。我心下一冷，这吴左不过是一个高中生，怎么有如此狠的心肠？他嘴里的杀人就像杀鸡一样轻松。兄弟二人的手在我身上游走着，嘴巴在我身上胡乱地亲着拱着。我认命地闭上了眼睛，心里恨得发痒，想着就算是死也要这兄弟二人跟我一起死。正当吴左窸窸窣窣地脱裤子的时候，这时突然我身上传来一声惨叫，啊！哥，我被蛇咬了，怎么办？吴又举起手臂，上面是一条筷子粗的竹叶青蛇，他吓得脸都绿了。吴左骂了一声妈的，松开了我，赶紧去帮他弟弟把毒蛇取了下来，然后趴他弟弟胳膊上就给他弟弟往外吸毒血。此时不逃更待何时，我撒丫子就跑，风风火火地回到了家里，差一点，可能只差一点，我就再也见不到姥姥了。姥姥看我衣衫不整，头发凌乱，身上还残留着青红的痕迹，那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她哭着抱着我，是谁干的啊？青青，你告诉姥姥，姥姥拼了这条命也要杀了他们全家。我哭着摇头，我妈坐旁边像没事人一样讥讽我，我就说有些誓言不能乱发，刚说完话就报应在自己身上了吧。这么年轻就让人破了身子，以后要小孩也难，可不是断子绝孙的讨债鬼。我想说我莫让破了身子，可我妈的眼里堆满了不屑一顾，她只能看到她想看的。姥姥双眼通红，王亚梅，你是个当妈的吗？你说这种话你丧不丧良心？你要是再针对青青，就带着你的宝贝儿子给我滚！你没有青青这个闺女，我也没你这种闺女。你莫回来之前我们娘俩好好的，你回来之后这么多屁事，我看你才是那个讨债鬼，我就不该生你。姥姥给我洗漱完，又检查了一下我的身子，直到确认我真的没有被侵犯，才稍稍的松了一口气。还莫等姥姥兴师问罪，天一亮，无左无右的家里人上门了，来了10几口子，半个村的人都蹲在我们门口看热闹。无左无右的爸妈不是空手来的，他们抬了2具尸体，浩浩荡荡地堵着我家门口。何旭看有人敲门了，上去就给人家看门了。无左无右的爸妈扯着他，你姐昨天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何旭眼睛眨也不眨，我妈说何青青昨晚跑出去找男人去了，我咋知道她啥时候回来的？我都睡着了。我姥姥听了这话，差点晕厥过去。无左无右的爸妈开始嚎啕大哭，老天爷啊，何青青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货，勾引我2个儿子。昨天我左左右右2个蛋儿半夜都没回家，我跟他爸去找，然后发现2人都晕厥在了玉米地里。佑佑还有一口气说找何青青，肯定是这个天杀的小贱货勾引我儿子啊，他们马上就要考大学了啊。邻里邻居得把我们家堵得水泄不通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村长的小姨子吐着瓜子皮，才12岁就会勾引男人了，还1次2个。你们说别看他是哑巴，别的地方倒是挺有天赋啊。姥姥强撑着一口气，不是我家青青，我家青青没有做那种事，你再在这里满口喷屎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六婶子搭话，何青青她老，你说的这是啥话？咱村里男娃本身就不多，人老吴家也是省吃俭用的供的2个高中生出来，现在出事儿了，你不给人家一个说法吗？我老冲他骂道，
说你个头，我们家青青才12岁。他虽然不爱说话，他是什么样的孩子，街坊四邻不知道吗？我家青青老实本分。有个眼尖的婶子一把把我从屋里拉了出去，太阳打在我的脖子上，上面还有青紫的痕迹，周围像是凉水泼进了油锅里一样炸了，喧嚣四起。哎呀妈呀，这么小就能勾引男人了，这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还说啥都没发生。吴婶子哀，你节哀啊！可怜你那2个大儿子遇到这么个勾人的贱货。有几个老男人目光隐晦地瞥着我，嘀嘀咕咕地说什么别看年纪小，能受得了吗之类的。我死死地咬住嘴唇，不明白这些人怎么可以空口造谣。吴左、吴右的爸妈像是坐实了我的铁证一样，拿着铁锹冲进了我的家，把能看到的全砸了。我妈带着何旭老早就跑得远远的。我姥姥拼命地阻止这群人，你们住手，凭什么砸我家里？做错事情的不是青青。我终于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我的第一句话，不是我，我没有害人，也没有勾引人。周围的村民却像看妖魔鬼怪一样的看我，原来这丫头会说话啊，那装什么哑巴？肯定是有问题，你知道不？听说当年他爸就是让他克死的。可不嘛，就他爸死那次之后，他妈用针把他的嘴巴缝上了，他才又不说话了。后来他妈不要他了，结果他又离这么远都能克得他妈破产。也是，怪不得他弟弟会平白无故的点了人家的车棚，真是讨债鬼。吴左他爸伸手推了一把我姥姥，我姥姥后脑勺着地磕在了石墩上。姥姥，我尖叫地冲向他，大脑中轰鸣声久久的未停，解开了很多尘封已久的记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可以正常地说话了。我妈此刻才像被触动了，也跑着过来了，姥姥却当场就不省人事了。眼看事情闹大了，很快的有人打电话报了警，110来了。紧接着120也跟着来了，却没有拉走姥姥。在120支来到之前，姥姥就断了气。我扑在我姥姥身上，哭得像个泪人。我妈回来这几天，我仿佛流干了我所有的眼泪。我恨恨地看了一眼躲在我妈身后的何旭，他脸上无悲无喜，有的只是不以为然。远景了解前因后果之后，又亲自去了玉米地搜取证据，最后向村里人表明是吴左、吴右对我强奸未遂，被蛇咬死的。吴右在给吴左吸蛇毒的时候，却忘了自己一直智齿发炎，口腔溃疡，所以也感染了蛇毒。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吴左、吴右是我害死的。相反，我姥姥的死和他们一家脱不了关系。推我姥姥的就是吴左他爸，考虑到他们家刚死了2个儿子，远景私下告诉他们家，如果能取到我家的谅解书的话，判刑的时候或许可以往过失杀人上靠。听了这话，我冷冷地看着我妈，我不管你存了什么样的心思，他们家必须有人给姥姥陪葬，必须有人死。姥姥活着的时候，你没有尽过一天孝心。你如果敢签谅解书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的。我妈望着我没有说话，过了一会儿才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我望着村长的小姨子，她家里在村里弄了一个养鸡场，喂了300-400只鸡。她看我盯着她，不自然地扭了扭身子。我看着她，像是在跟她说话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，村里的鸡太多了，要是吵到姥姥上路怎么办？她表情像吞了苍蝇一样，青青想吃鸡了，俺家有的是鸡。给你姥姥办席的话，记得跟姨说，从姨这儿定，姨给你便宜。我摇摇头，你家的鸡太吵了，我不吃。他冷哼一声，扭着屁股走了。当天晚上，他家的鸡棚进了黄鼠狼，只杀不吃，一只鸡胡乱地啃了2口就扔那儿了。
300多只鸡1夜之前死完了，甚至没留下一只整鸡。从现场看，纯粹是一场虐杀。从外面竟然没有听到一点声响，连个鸡鸣声都没有，有的只是第二天村长小姨子的无能怒吼。他当时就报警了，远警来了之后表示不受理，莫听过诅咒人还能当证据的。我家门口支起来灵棚，我姥姥只有我妈一个不孝女。往来的宾客有很多也是那一天来看热闹的。他们来了之后，在我姥姥的灵堂前假模假样的掉几滴眼泪，添一把纸钱，虚伪的念叨了几声老嫂子人这么好，走得太早了，不应该。我只是麻木的跪着，似乎与周围隔了一层毛玻璃。明明前几天姥姥还给我下长寿面，让我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。今天我与他祖孙2人就已经天人永别，这人间的缘分当真是浅。这个时候吴佐他妈来了，一进灵棚就哭着给我姥姥磕头。老婶子，我们家对不住你啊，害你去了。这几十年的邻里邻居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我妈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你们来干石磨，害死了我妈还不够吗？赶紧滚，我们家不会签谅解书的。不管我怎么样恨我妈妈，她不愿意签谅解书这件事让我对她是心存感激的。姥姥为了我才出事儿，如果轻易的原谅了这些人，我对不起姥姥在天之灵。吴佐他妈死死地抱着我妈的大腿，亚梅妹子啊，求你可怜可怜我吧，我已经失去2个儿子了，再没了老吴，我这辈子也就到头了。我知道你赔了人家20万手里也不宽裕，我们家赔你30万，你就只要在谅解书上签个字就行了。你不为你自己考虑，你想想青青和何旭啊，只要你签3个字，就有30万啊，妹子。我妈动摇了，虽然她嘴上没说，但是我就是能看得出来吴家给的条件她心动了。我对她说，你如果签了谅解书，你以后就再也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周围的老头老太太听到30万倒吸一口凉气，哎，青青她姥姥真会疼人，到老了莫给家里添负担，还给孩子赚了30万。青青，你不要不懂事，你吴叔还在监狱里关着呢，你好歹也跟人俩儿子都睡过，那哥以前也是你公爹，这不要脸的话都能说得出口。是当时对我姥姥的那个六婶子，我强忍着胸口翻腾的恶心感，你在我姥姥灵堂前说这些东西，不怕有报应吗？六婶子梗着脖子，你姥姥就是活着，我也这么说，嘴长我脸上我爱咋说咋说，你个小丫头片子一点人道都没有。我点点头，你这么爱说话，就多跟大家说说你心里话吧，这嘴巴不说话的时候该闲着发痛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六婶子就开始喋喋不休，我跟老吴也算是多年的野鸳鸯了，他刚跟你吴婶结婚那阵子，俺俩就好上了。俺家那口子床上不行，老吴这在监狱里，我也挺难受的，赶紧让你妈签了谅解书，把人放出来吧。话音刚落，六婶子她老公当众捶了她一拳头，你他娘的竟然背着老子跟姓吴的好了，让老子当这么多年王八是吧？六婶子嗷嚎，别打了别打了。她捂着嘴巴，然后发现了，只要她一不说话，嘴巴就开始疼，但是张嘴说话吐露的却全是真心话。她看着我像看见了妖怪，一边捂着自己的嘴巴，一边大声地说自己的秘密，赶紧跑了。连偷喝自己孙子奶粉，用她婆婆面巾擦脚的事儿嚷嚷的满村都知道了。我讥笑地看着六婶子落荒而逃，接着回去给我姥姥守灵了。下午的时候，我看见我妈偷偷摸摸地出了灵棚，何旭跟着她屁股后面。我不动声色地跟了过去，只听何旭一边啃着猪蹄子一边说道：“妈，那个吴家的婶子说了，你签字了，她愿意给咱娘俩35万。妈，姥姥反正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死了就死了，咱有了35万，
不但能付房子首付，咱还能租个门店做生意。我妈瞪了他一眼，这话也是那个老吴家的教你的。何旭拉着他手臂，妈妈，姥姥都死了，你总得为我考虑考虑吧。我想回城里上学，我不想在这个乡下里待着，他们都欺负我，说我有个哑巴姐姐。你说我姐万一哪天把我也克死了咋整啊？我妈咬了咬牙，下定了决心，你跟那个老吴家的说，晚上让他偷偷的来找我，你收拾收拾，咱拿了钱，签了字就走。然后特意的叮嘱了何旭，不要告诉你姐，他姥姥这个房子留给他绰绰有余了。我扶着门框，我妈一转身就对上了我的眼神。我冰冷地说，要走是吧？谁都走不了，姥姥都没入土，你就原谅了害死她的人，你配做姥姥的女儿吗？我妈的脸微微的扭曲，也不装了，我不配。我这么多年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，不是我不愿意给你姥姥养老，是她没那个福气。你总得为你弟弟想想吧，你弟弟没有爸爸，以后还得结婚生孩子。你弟弟过得好，你们何家才有后。我冷笑，谁都走不了。说完转身进了灵棚。我妈在后面骂我，是你把吴家人引过来的，你说我不孝顺，是你害死了你姥姥。你真的心疼你姥姥，你就该去陪她，你就该去死。我回头冲她微笑，该死的是你们，我不死。我姥姥让我健健康康，长命百岁。过了一会儿，吴家婶子过来了，我妈似乎赌气一样的当着我的面签了谅解书给她。在她签了谅解书的同时，窗外突然狂风大作，天上电闪雷鸣，闪电一道道地劈在了灵棚10米之外。我妈和吴家婶子都吓傻了，包括一些给白事帮忙的。村里上了年纪的人用手指着我妈，亚梅儿，你妈这是有怨气儿，你快给你妈磕头啊。我妈心惊肉跳的回头，对着我姥姥的黑白照就跪下了，妈呀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你心疼您闺女吧？我没爹没老公，老妈你也走了，日后没人帮衬我了啊。我不能拿何旭前程赌气啊。我站在他身边，低头看他。他把背叛说成只是赌气这么简单，他背叛了我，也背叛了姥姥。何旭伸手指我，妈妈，肯定是何青青她乱说话了。她是乌鸦嘴，每次她说了什么一定应验。我妈后知后觉地抬起头也看着我，你非要你姥姥黄泉路都走不安稳吗？她睚眦欲裂，好像做错事情的又是我一样。村里人不约而同地对我退避三舍，有人提起了村长小姨子鸡圈的事情。好像村长小姨子家里鸡死之前，何青青就说过他们家的鸡太吵了，一夜死绝才好。妈呀，这丫头嘴这么毒吗？这不就是乌鸦嘴吗？有些当时吴家上门闹事的时候，替吴家出头的人开始后怕了。窗外雷雨轰隆持续了一阵子，渐渐的停了。我妈脸上也带了一丝笑意，站了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你姥姥原谅我了，我今晚就带着何旭回深圳，后面的事就你自己操办吧。你姥姥养了你8年，你也该尽点心。我不明白姥姥这么善良，怎么会生了我妈这个不孝的女儿？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我说了谁都别想走，都别想离开这个村子。旁边刚说我是乌鸦嘴的人，看这会儿雷雨停了，胆子也大了，觉得6、7月份雷雨天说来就来，刚才有些凑巧了。有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子替长辈出头训斥我，何青青，你别给脸不要脸了，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啊？还什么都不要走，我偏要走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他正耍横的时候，门外传来惊天动地的轰隆一声，有人尖叫，滑坡了，山体滑坡把村里的路堵死了。我好整以暇地看他，他咕噜咽了口吐沫，惊慌失措地跑出去，
何青青，你这个妖怪，我不怕你，我去找人收拾你。我目光扫过面如死灰的我妈和其他人，我姥姥黄泉路上挺孤单的，不如你们都去陪陪她好不好？何旭尖叫，那是你姥姥，要陪你自己陪她。我妈妈说了，你姥姥死得好，她死了，我们正好能住洋房。他话音刚落，正在这时候，刚才那个跑出去的男孩牵了一只大黑狗又跑回来了，指着我冲大黑狗吼道：旺财，去咬死这个妖女！众人纷纷地往旁边闪了闪，那黑狗像个小牛犊子一样壮实，听了主人的号令向我扑来，却越过我扑到了我身旁的何旭身上，他身上手上满是油腻的猪油味。这狗不是专业训练的，现了腥气有些发疯，冲着何旭就扑过去了，却不偏不倚地咬在了何旭的命根子上。何旭惨叫一声，翻了一个白眼就晕过去了。狗却没有松口，狠狠地咬从何旭裆部撕咬下一块软肉，就咽下肚子了。牵狗进来的那个男孩吓得瘫坐地上，地下阴出了一片骚黄液体。我妈冲发愣人吼道：救人啊，愣着干什么？这些人才回过神，七手八脚地把何旭抬到了村里的卫生所。有些懂点医学的人想从狗嘴里扣出何旭的命根子，看看还能不能接上。狗却挣脱众人跑掉了。我喃喃道：姥姥你看，讨债鬼断子绝孙了。这个时候，灵棚外突然出现了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，身穿紫色道袍，自顾自地走进了灵棚，然后盯着我。这是村长小姨子请来治黄仙的人，死了几百只鸡，倒是把他给请来了。那人现了，我就皱眉，为了一己私欲，用自身执念引天雷，还诅咒了这么多人，至于吗？你还要害多少人才收手？我给姥姥香盆添了把纸钱，别人犯我在前，我怎么做都是不为过的。这一世我姥姥护我周全，我不能让她走得不明不白。王亚梅不配给我姥姥当女儿，能下去陪陪她也好。宋玄清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宋玄清冲我一笑，你一支笔也有了感情。严君怕是要哭了。村长小姨子不解地问他，宋道长跟这丫头认识，我家那几百只鸡是不是这丫头搞的鬼？宋玄清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，是也不是。村长小姨子不解了，那是还是不是？他伸手指我，这位可不是凡人，这是严君手中的判官笔。一语成谶听过没有？就是说他的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蕴含天地法则，所以引得动天地意象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你有罪，他判罚。所以是也不是。他环视了灵棚里的村民，你们往日里欺凌他们祖孙，被诅咒了，可是一点也不亏啊。有些胆小的村民直接给他跪下了，道长救命啊，俺们小家小户的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平日里只知道贪小便宜，欺软怕硬，但是俺们罪不至死啊，救救俺们道长。是啊，道长，他说让俺们去陪他姥姥，俺们还不想死啊。宋玄清点点头，对我说，何青青，他们有错，但是罪不至死。你说个法子化解呗。我扭头不去看他，真以为我是小孩子好欺负的吗？做错事情就要付出代价。吴家兄弟想奸杀我，该死。吴家父母是非不分，上门霸凌要了我姥姥的命，还妄图用金钱脱罪，该死。何须口舌招惹是非，手贱点人车棚，结果都推在我一个哑女头上。王亚梅就更该死了，在我小的时候用针缝过我的嘴巴，又把我扔给了姥姥。为人母，她不尽职；为人子，她该死。而这些村民也全都是帮凶，我不觉得我有错。宋玄清挠挠头，骂了一声：你们真是畜生啊！咋竟逮着一个好人欺负？
这你让我咋给你们化解？末了一会儿，他试探地问我，这样，你姥姥昨天刚刚走，魂魄还没走远，我给她换回来。但是老年人身体受到这么重的打击，然后身子骨也好不到哪儿去了，需要人鞍前马后的照顾，你愿意吗？我脱口而出，我愿意，我照顾我姥一辈子都行，只要姥姥活过来，我干什么都行。宋玄清叹了口气，那你收回诅咒，我立刻就施法。我摇了摇头，你先施法，人活了我立刻收诅咒。宋玄清看我没得商量，当下转头问那些村民，做这个招魂法阵挺贵的哈，你们看法金谁出？村民们面面相觑，刚刚还仙风道骨为民请命的道长，咋一下谈起钱来了？村长咽了咽唾沫，道爷，这个招魂的阵法多少钱哈？宋玄清恨铁不成地瞪着他，怎么能谈钱呢？这是法金，又不是给我的，友情价65万法金，1分钱不带少的哈。刚嘴碎的村民看了看被山体滑坡堵住的村门口，又想了想还在医务室疼得昏厥的何旭，一个个泪眼汪汪的，俺们给，这个钱俺们出。青青姥姥这么好的大姨要是能回来，俺们出些钱算什么？我特地看了一眼这人，这话是吴佐他表叔掐着大腿根说的，疼得他底气十足。我擦了一下眼泪，装模作样的道谢，乡亲们对我姥姥的好处，轻轻记在心里了。仔细的算下来，一家子少说也得掏个4、5万，估计毁的肠子都发紫了吧，让你们平日里嘴欠。钱到位，宋玄清立马忙活起来了，嘴里嘀嘀咕咕的念起了法咒，天门洞，地门开，千里拘魂来。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宋玄清做完法，累得也不顾形象地坐在了地上。又过了片刻，我听见棺材传来深深的吐气声，下一刻姥姥就坐了起来。我恨不得一头扎进了她的怀里，泪流满面地看着她，姥姥，青青好想你。我妈这个时候从灵堂外走进来了，披头散发的，比女鬼好不到哪儿去了。青青，你放过你弟弟吧。是我这些年对不起你和你姥姥，没有把何旭教好，能不能再给妈妈一次机会放过你弟弟？那可是你亲弟弟啊。我姥姥在我的搀扶下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妈。我妈看到我姥姥死而复生，吓得一声尖叫。姥姥干脆利落的甩了我妈一个大耳光子，累得自己气喘吁吁。王亚梅，你给我滚！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，你也没有我这个妈。我心疼的看着姥姥，这一下子手该多疼啊！我妈看着姥姥，终于灰溜溜的走了，把她的宝贝儿子也带走了。听说她去找那个纵狗的男生，结果最后人家未成年，何旭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王亚梅带着何旭走了之后，我跟姥姥又回到之前那种平静的日子。不同的是，村里人对我和姥姥很敬畏，现在村里小孩说个鸭子的鸭，让家里大人听见了都得踹屁股墩儿一脚，生怕勾起了我之前不好的记忆。我初中的时候，村里遇上了拆迁，姥姥拿了钱带我去了城里买了一套房子，让我在城里读书。我靠在她的肩膀上，想到了我12岁的生日愿望，和姥姥永远在一起，有一个幸福的家。事后，宋玄清偷偷的给我发了好多消息，你姥姥的事情处理完了，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阎君找你都找疯了，床底都掀了好几遍。我面膜表情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把我扔进轮回井里的，这几万年我也该放个假了。好不容易做一次人，当然要好好的过完这一世，健健康康，长命百岁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
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